前几天分享了印度版本红米 Note 14系列影片后啊，紧接着在台湾也上市。不过印度版本跟台湾的国际版根本完全不一样，原来是我猜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小米这边会分为3个区域来分别推出不同的版本，分别为中国的内销版、印度版本，还有其他国际区域的国际版。所以这次就来介绍台湾这次发表的国际版本，这个就是国际通用的版本哦。我们接下来介绍台湾版本红米 Note 14系列。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是台湾所推出的红米 Note 14系列，包含红米 Note 14 Pro Plus、Note 14 Pro、Note 14 5G， 还有 Note 14。比较特别是，这是专门为了没有需要5G 的机种推出4G 手机，也就是 Note 14。这也点出了非5G 族群又只要想要入门优惠机种的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接下来就以红米 Note 14 Pro 系列、红米 Note 14系列来介绍。那 AI 功能跟相机实测，就再稍等我一下咯。红米 Note 14 Pro 系列，这是最大的特色之一，就在主镜头搭载1.4寸2亿像素的感光元件。猜测这颗感光元件可能是近期 vivo 用在长焦镜头的 HP9， 因为接下来小米15 Ultra 也可能会用上这颗感光元件，搭配中阶机种一起使用一起卖，可以用更多的采购量拿到更划算的价格哦。另外，搭配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还有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并没有搭配长焦镜头的原因，我想应该就是主镜头可以用像素4合1，还有16合1来搭配各焦段的细致度还有感光度。官方提到可以达4倍无损变焦。那我之前实测 HP9 的结果4倍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这部分之后会实测分享。处理器部分，红米 Note 14 Pro Plus 配备 Snapdragon 7S Gen 3处理器。而红米 Note 14 Pro 呢，采用联发科技天玑7300 Ultra 处理器，两款处理器都是4奈米制程，都是属于中阶接近高阶的处理器。电池部分，我觉得比较可惜啦，没有用上全新的金沙江电池，不过依然有着5100毫安时的电量，也相当足够。充电部分 ，Note 14 Pro Plus 用上市面上已经非常少见的120瓦极速快充，这点我觉得蛮值得称赞的哦，因为市面上已经很少有超过100瓦的快充了。但 Note 14 Pro 只用上了45瓦，这也稍微有点可惜啦。不过我想这个就是想要做出价格上差异的妥协。萤幕部分，两款都是6.67寸 1.5K 解析度双曲面 AMOLED 显示器，支援120Hz 更新率，还有3000 nits 的峰值亮度，并采用康宁 Gorilla Glass Victus True 玻璃，提高防护力。那说到防护力就不能不提到这系列在机身上的强化设计哦，它采用全新的金刚骨骸架构整合缓冲泡棉，还有聚合物缓冲材料。搭配4角加固8边都有加高加厚边框也有加厚并且有着 IP68 的防尘防水设计所以整个的防护力非常的好。话说这次在机背部分，两款在紫色的机款都是以人造皮革设计触感还不错。那 Note 14 Pro Plus 另外2个颜色就像这个黑色的还采用康宁 Gorilla Glass 的7i 加强防护力。售价的部分，红米 Note 14 Pro Plus 12+512GB 售价是12999元，12+256GB 售价是11999元。Note 14 Pro 部分12+256GB 是9999元。这两款手机的防护力跟价格，我认为对于外送或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族群都是蛮好的选择。毕竟它整个在耐震能力防护力上都非常好。而且整个还有 IP68 防水，所以我觉得对于户外的一些活动这款手机是还蛮不错的。开始介绍红米 Note 14系列前先分享这两款手机的价格，因为先知道这个价格之后，大家才会觉得，这个价格有这些功能跟规格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哦？红米 Note 14 5G 版。8+256GB 是8999元那6+128GB 是7999元。那4G 版本的 Note 14 8+256GB 是5999元那看了价格之后，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入门的机种。那规格如何呢？我觉得比想象中的更优异相机部分
Note 14系列的主镜头都采用1.67寸1.08亿像素，并配备像素9合1的感光元件。猜测这颗感光元件是 ISOCELL HM6，依照官方说法可以达到3倍的无损焦段哦。不过两款手机在镜头配置上不太一样。Note 14 5G 版呢是3镜头配置，另外2颗镜头是跟 Note 14 Pro 系列相同哦，采用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还有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Note 14的部分只有双镜头啊，那只有搭配一颗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不过这么便宜，我觉得就那就算了吧。好，处理器部分啊，红米 Note 14 5G 版配备联发科技天玑7025 Ultra 处理器，那 Note 14的4G 版采用联发科 Helio G99 Ultra 处理器。两款处理器都是6奈米制程，属于中阶等级啦。电池部分 ，Note 14 5G 还有 Note 14 Pro 系列都同样采用5110毫安时的电池哦，那充电效率是45瓦。不过 Note 14 4G 版呢是配备5500毫安时更大容量的电池，可以让功耗原本就低的 Note 14 4G 版呢有更长的续航力。不过充电只支援33瓦啦哦，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啦，因为就是便宜嘛。那显示器部分，两款都是采用6.67寸的平面 Full HD Plus AMOLED 显示器，两款都支援120赫兹的更新率。峰值亮度部分呢，5G 版本可以达到2100 nits，4G 版本则为1800 nits。奇怪，这两个萤幕不是一样吗？怎么在峰值亮度有差别呢？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哦。那保护玻璃呢，两款都提供康宁 Gorilla 5的玻璃啊，这保护力也相当的好。那防护力部分提供 IP64 防尘防水，内部采用高强度的铝合金复合材料，还有耐震泡棉的包覆，并加上4角的这个强度。那整体的防护力上也都有特别的保护啊，我觉得整个 CP 值是蛮高的。整体来说，这次推出的4款手机涵盖入门到中阶机种，价格部分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加强了防护的强度，对不想花太多钱在手机上的朋友，自然也不想手机不小心摔一下就坏掉嘛。所以加强了防护啊，对于中阶跟入门机来讲是相对重要的。另外 ，Note 14 Pro Plus 的 AI 功能基本上跟旗舰机种没有差太多哦。不过效果如何，我们就等下一支影片的实测喽。那以上就是台湾版本红米 Note 14全系列上市报道，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